近年来啊，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得到这一种用 USB 充电的3号电池，厂商们都声称说，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维持 1.5 伏的恒定电压输出，这让我眼睛为之一亮啊！因为如果电压可以维持恒定，这不就表示可以为我们的遥控车提升动力，让它全程都维持最高速运转了吗？因为它可以在电量耗尽前都一直保持着最高电压，而不会像一般镍氢或碱性电池，电压会随着电量减少而衰减。然而网络上有很多劝退的说法，主要是供电能力不足啦，电量很小等等。所以关于 USB 电池的种种问题，我们今天就来一探个究竟吧。因为这种 USB 电池，它本质上其实就是锂离子电池。这个我们从它的纸卡背面其实就可以知道了。而锂离子电池的额定电压是 3.6 伏，因此它就是透过内建的一个降压及稳压转换器来转换成 1.5 伏。而一般锂电池只有在几乎完全没电的时候，电压才会低于3伏。因此它可以维持 1.5 伏的恒压输出，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但它在输出电流变大的时候，是不是还能维持 1.5 伏输出呢？这我们就要来测试看看啦。这是我们的测试环境。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细节，可以来看我们这部片子。总之，我们会用一个定电流负载对电池进行放电，然后用高精度的三用电表来监测电压变化的情形。首先，我们先看到这边，这2颗电池都已经充满电了。然后我们先量一下它的空载电压，每颗有超过 1.5 伏。通电，首先我们要先从很小的电流开始测试。现在是40 mA， 这个时候电压是 3.03 伏。我们现在逐渐的把电流加大。其实它这100 mA 的时候，电压已经小于 1.5 伏了。接着我们把这个电流逐渐调大，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它电压开始下降了。这跟我一开始买这个商品的时候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。它在1安培电流的时候，电压剩下 2.55 伏，单颗电压除以2就是 1.27 左右。我想象中的恒定电压，除了应该在它没电前都会一直维持的最大电压，而且在放电电流小于1伏以下，电压都应该维持恒定。但从测试中就可以发现，它的电压明显只有在80 mA 左右可以维持在 1.5 伏。那除了这个，它的放电特性比起镍氢电池到底如何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放电测试吧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额定电量吧。它的额定电量标示是3240 mW 小时，但它小字标示着1880 mA 小时。它这个3240 mW 小时这个数据，实际上可能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它标示的就是内置锂电池的规格，但我们要的是它转换后的 1.5 伏电量啊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们可以用100 mA 放电测试来计算一下电量。另外也可以看看它的恒定电压曲线是不是真如他们所声称的一样。首先我们就从100 mA 来开始测试，先看一下电池现在的状态，都已经充满电了。这个是 LiPo 电池，以及这个 Eneloop。可以先看到它们的空载电压分别是 LiPo 电池2颗 3.05 伏， Eneloop 电池2颗 2.85 伏。然后我们上电，看看它们个别的放电曲线分别长什么样子。
从这放电曲线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它们两个的电量真的是差不多的，而且拉普电池真的是有维持恒定电压。接着我们来试1安培吧。它们的空载电压分别是 Eneloop 2颗2.807伏，拉普电池2颗3.05伏。先把它调整到1安培吧。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调整到1安培的时候 ，Eneloop 的电压剩下2.18伏，拉普电池的电压还有接近2.4伏左右，所以用1安培放电的时候，拉普电池的电压还是比 Eneloop 高一些的。我们就这样让它放到没电吧。拉普电池大约在1个小时40分左右电量耗尽，这和它所声称的电量是差不多的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重量，电池电量如果相同，重量一定是越轻越好。而拉普电池的额定电量和 Eneloop 几乎相等，但重量却比 Eneloop 轻很多，所以使用拉普电池的确是可以有效的做到轻量化。最后，我们来试一下充电吧。因为传统镍晶电池一般充电器都可以提供到1安培充电，因此充饱电也就1-2个小时。那 USB 电池呢？根据规格标示的5伏330 mA， 以这个充电的功率换算成 1.5 伏的电流数，大约是 1.1 安培左右。这电流其实已经相当于一般的镍氢电池了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充满电要多久吧。看完了这么多测试，那实际上如果把它装到遥控车里，真的可以提升动力吗？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我们来量一下它的满载电压。它满载电压大约还有 4.3 伏左右。接着我们来看镍氢电池吧。满载就大约剩下4伏左右，所以拉普电池速度真的有比较快吗？好像有哦。那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啦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回见啦，拜拜。